好，我們今天來聊聊書寫。當你聽到書寫這兩個字，腦中第一個浮現的是什麼？大概是詩啊、小說啊，或是什麼神聖的經典吧。但我們今天要換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它，不把它當成藝術，而是把它看作一項革命性的資料處理技術。它可以說是徹底改寫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底層作業系統。你想過一個問題嗎？為什麼22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可以在足球場上合作無間，踢出一場精彩的比賽？但如果你把一群小狗丟到球場上，會發生什麼事？保證就是亂成一鍋粥嘛。那關鍵到底在哪裡？其實答案很簡單，小狗的合作是靠本能，但我們人類的合作是基於一套大家都同意、共同想象出來的規則。你看這張圖就一目了然了。動物嘛，像是螞蟻啊、蜜蜂啊，它們的社會行為是直接寫在 DNA 裡的，對吧？非常穩定，但就是很死板。你絕對不可能看到一隻蜜蜂律師跑出來挑戰蜂巢的憲法嘛，對不對？但我們人類就不一樣了，我們的法律、國家、金錢，所有大規模的合作，全都建立在我們共同相信的故事上。這也讓我們能夠用非常有彈性，而且規模超大的方式來合作。好，聽起來很棒，對不對？靠着共同的故事，我們就可以無限合作。但事情沒這麼簡單。很快的，我們就撞到了一面牆，一個巨大的瓶頸。而這個瓶頸就是我們自己的大腦。當社會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的時候，我們這個原廠設定的作業系統，也就是我們的大腦，開始狂宕機。問題到底出在哪兒？主要有3點。首先，容量就那麼點大，對吧？記憶力再好的人都有極限。再來，人會死啊，人一死，腦袋裡的東西就跟着一起拜拜咯，資料直接遺失。但最關鍵的是第3點，我們大腦的檔案格式根本就不對。你想想，我們的大腦演化出來是為了記住像是那個紅色的菇有毒，別吃，或是部落裡的八卦。但你叫他去記一大堆稅收啊、人口啊這種冷冰冰的數字，抱歉，他真的辦不到。所以你看，情況就卡住了。社會越來越複雜，但我們的大腦跟不上了，整個文明的發展就停在那邊。直到在一個叫美索不達米亞的地方，有一群超聰明的蘇美人，他們被現實逼急了，只好發明一個全新的東西來解決問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間軸，你就會感覺到那個卡住的感覺有多久。你看，農業革命開始了，對吧？結果呢，接下來整整6000年，6000年呢，人類社會的規模基本上就是原地踏步。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卡在那個資料處理的瓶頸上。然後你看這裡，西元前3400年左右，砰，一切都不一樣了。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關鍵就在這塊小小的泥板上。這是從古城烏魯克挖出來的，上面刻着人類歷史上我們目前知道最早的一句話。你猜猜看，這句話寫的什麼？是偉大的史詩嗎？還是國王的命令，或者是來自神的啟示？答案可能有件讓人失望，但又超有趣的。這句話翻譯過來，大概意思是：37個月內收到29086單位的大麥，簽名苦心。沒錯。你沒聽錯，歷史上第一個留下名字的人不是什麼偉大的國王，也不是什麼先知，而是一個叫庫欣的會計師。人類留下的第一份文件竟然是一張稅務報表，是不是超無聊又超酷的？好，這就帶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了。最早的蘇美文字其實是一種所謂的部分表意文字，什麼意思呢？你想想看，我們現在的數學符號或者略譜，它很厲害，可以精準記錄某些特定的資訊，對吧？但你沒辦法用數學符號去寫一首情詩給你的愛人嘛，這就是部分表意文字。後來呢，才慢慢發展出我們今天熟悉的完整表意文字，那種幾乎可以把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的系統。而且你知道嗎？蘇美人不是唯一碰到這個問題，然後想出辦法的。在地球的另一端，遠在安第斯山脈的印加帝國，他們也發明了一套完全不一樣的系統，叫做結繩語。他們真的是用繩子打結哦，用不同顏色的繩子、不同的結來記錄稅收啊、財產啊這些東西。這真的超酷的。
證明了不同地方的人為了解決同一個大麻煩，可以獨立發展出多麼聰明的辦法。OK， 所以問題解決了嗎？沒有哎。發明書寫解決了儲存資料的問題，但馬上又冒出一個全新的超級頭痛的問題：東西存進去了，要怎麼找出來？也就是檢索的問題。我們來想象一個場景，時間拉到西元前1700多年，有2個人在炒一塊地，是誰的？炒不完，只好去找官方記錄。結果他們一進到檔案庫，哇，傻眼了！整個房間堆滿了成千上萬塊泥板，跟山一樣高。好，現在問題來了，你要怎麼從這堆東西裡面找到30年前的那一份土地契約？根本是大海撈針嘛！那怎麼辦呢？為了解決這個大海撈針的問題，一個我們今天都超熟悉的東西誕生了，那就是官僚制度。對，你沒聽錯，為了有效率的找到資料，人類發明了目錄、索引，還有檔案櫃。但更關鍵的是，我們不只是發明了工具，我們還被迫改變了我們思考的方式。你看這張圖，就能理解這2種思維的差別有多大。我們大腦天生的思考模式是聯想式的，就像一張網，你可能想到房貸，然後就跳到蜜月旅行，再從蜜月旅行想到鱷魚，然後就開始哼起歌曲，就是這樣跳來跳去的。但是官僚思維完全不是這樣，它要求你把所有東西都切開，分門別類，放進一個一個獨立的抽屜裡。房貸的抽屜，結婚證書的抽屜，絕對不能搞混。你可想而知，要學會這種檔案櫃式的思考方法有多痛苦、多違反人性。這句話是從4000年前一個學生的作業泥板上找到的。你看他寫什麼？老師說我字寫太醜，然後就用棍子打我。這就告訴你當時的教育有多嚴格。這整套訓練根本就是在硬把一種不自然的官僚的邏輯塞進我們的大腦裡。好，講完了檔案櫃，我們再往前快轉一下。人類在資料處理上又迎來了一次超級大的跳躍。除了文字之外，我們又發明了一種更強大、更專業的部分表意文字。它就是專門為數字而生的，而且它真的改變了全世界。是什麼呢？就是這10個我們每天都在用的符號，0、1、2、3，一直到9。有趣的是，雖然我們叫它阿拉伯數字，但它其實是印度人發明的，是阿拉伯人發現了這套系統有多猛，才把它改良，然後推廣到全世界。特別是0這個概念的發明啊，簡直是天才誒！它讓超複雜的數學運算變成可能，也讓數學成為了一種全世界都通用的語言。你想想看，到了今天，這個地球上大概99.9%的國家、公司、任何組織，不管他們平常說的是中文、英文還是西班牙文，他們內部記錄和處理資料用的全都是這套數學語言。所以啊，這也告訴我們一個很現實的道理：在現代社會，如果你想說服任何人、影響任何事，你最好學會用數字說話。數學真正的力量在哪裡？它讓我們的大腦可以去處理那些我們光靠自己根本想象不出來的東西。舉個例子，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沒有人可以光坐在那裡就憑空想出廣義相對論，不可能的。物理學家是靠着數學這個強大的外部工具，一步步推導，才能建立起這麼複雜的宇宙模型。好，那故事一路講到今天，這種用符號來處理資訊的邏輯，終於演化到了它的終極形態，那就是電腦用的2進位語言。它甚至更簡單，只剩下2個符號，0跟1。所以我們現在正站在一個超有趣的十字路口。你看，一開始是我們發明了電腦能懂的語言，對吧？但現在好像反過來了，我們正在努力學習怎麼樣用電腦能理解的方式去思考、去溝通。你沒有發現，我們不知不覺的，好像開始在為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工具服務了。所以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給大家回去想一想。你看，從幾千年前蘇美人的泥板，到後來官僚的檔案櫃，一直到我們今天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演算法，我們創造這些處理資料的工具，初衷都是為了讓他們來服務我們，對吧？但是，當這些工具變得越來越聰明、越來越強大，我們跟他們之間的關係好像正在悄悄改變。當我們開始為了迎合演算法而改變我們的行為時，你覺得到底是誰在服務誰呢？